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硅谷产品经理硅谷大舅。那今天呢，跟大家讲一讲硅谷程序员的薪资。那很多人都有一种说法说啊，硅谷那边程序员是不是动辄收入就能达到100万呢？那100万当然指人民币哈。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硅谷的这个程序员的工资达到人民币100万以上，是一个巨大概率的事情。那这个薪资高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今天来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揭晓，而且呢，其实我一直都跟国内的程序员朋友说，我非常建议你们来美国发展，来硅谷发展。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人还是那个人，就人其实没变化，但是一个人的价值是跟他的坑有关系的。就是同样是一个萝卜，在硅谷的坑里和在比如说国内的坑里比起来的话，那在硅谷的坑里，有的时候他就挣的是多一些，人其实没变化。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会讲一讲这个硅谷程序员的这样一个收入。在讲之前呢，我首先要声明几点。第一点，我们今天讲的是硅谷程序员的收入，不是讲的是比如说设计师，比如说这个运营、产品经理、销售、市场等等的收入。程序员的收入是非常大概率的是高于其他的各种职能的，这是第一点，不要套用到其他职能上啊。第二点呢，就是现在我录制节目的时间点是2020年的11月30号，那么你们看这个节目呢，可能是在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以后。但是我认为这个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所以你们依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最后呢，今天的数据呢来自于 Levels.fyi 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呢是由这个程序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员工自己上报的收入，我们认为呢还是比较准确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首先我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体的在湾区、在硅谷的程序员的收入的分布，然后呢，我们会分几个大厂，比如说苹果、比如说 Facebook 等等的一些收入的情况。最后呢，我们看一下分不同的级别，也就是他们的工作年限的一个情况，他们收入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好，大家现在能看到呢是来自于 Levels.fyi 这个网站上的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边的绿线就是在湾区的工程师的薪资的一个分布。大家可以看到哈，就它是呈一个这种形状，就是左边偏大，右边偏小的分布。当然这个很正常，因为任何的职业肯定是低收入的远远高于怎么样呀高收入的人的数量，对吧？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看到中位数，也就是这个地方 median 中位数是多少呢？是23.6万美金，也就是约等于人民币155万，远远超过了我们刚才讲的年薪100万的这样一个范畴，100万人民币的范畴。那么这里它是怎么样的分布的呢？首先给大家讲一个基础概念哈，就是硅谷的工程师的收入一般分为3个部分，包括基本工资，我们叫 base， 还有它的股票的价值，我们叫 stock， 还有怎么样奖金。那么一般很少给比如说期权什么，一般给的就是股票，就是干股。那干股你可以随时拿去卖的这种股票。那么这个基本工资呢，我们看到它的中位数是16万美金，约等于105万人民币，也就是说基本工资的中位数就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民币。那么赠送的股票呢是5万美金，约等于33万人民币，奖金呢是2.5万美金，约等于16万人民币。那这个呢是中位数的情况。那中位数的意思就是说，在硅谷你找100个工程师，那么排在中间那个第50位的收入排名第50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收入。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分布的话，我们看到确实很高薪的呢是比较少的，比如说400K 到500K 甚至以上，也就是换成人民币的话，可能是300万、400万、500万等等，这个区间的人还是不太多的。大部分人呢还是在左边这个区间，我觉得大概是在300K 美金，也就是人民币200万或者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区间是最多数的人。但是呢，它的底非常的高，你看80K 已经是非常非常少的人了。80K 是什么概念呢？80K 美金相当于人民币50万，也就是说几乎很少有50万以下的软件工程师在硅谷，绝大部分人都是50万以上。那
更多的是10万、13万、18万、20多万以上的这样一个收入。当然你会说啊，这个哎呀，湾区硅谷那怎么样呀？这个收入高，但是消费也高呀。那当然是这样，消费当然是高，我们这个房租、房价都很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整个的收入还是很高。至于说每个人消费，那就看每个人了，怎么样呀？丰俭由人，丰俭由人。那么这个呢，就是整个美国旧金山湾区软件工程师的收入的一个分布，来自于 Levels.fyi。接下来大家可能会非常的有兴趣看看几个著名的公司，它给的收入怎么样。我讲这几个著名公司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著名，而且是因为他们招的人很多，所以他们其实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覆盖面里面啊，他们其实覆盖了非常多的数字在里面。如果一个人他来硅谷湾区工作，他大概率可能会被这些大公司录取，倒不是因为这个大公司容易录取，而是大公司人多，架不住人多，它需求大，需求大。那我们先看一下，非常著名的这个脸书 Facebook。那么根据 Levels.fyi 上的数据呢，脸书一共分为13、14、15、16、17、18。那13呢，就是 entry level，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认为是大学毕业生。那么大学毕业生几乎没有工作经验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级的工作经验的平均来说，大学毕业生是0.8年，也就是不到1年的工作经验的这种级别，我们一般给的是13。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的收入平均是180K 的美金，那换算成人民币呢，大概是130-140万的这样一个样子，这个样子。那么其中呢 ，base 是120K，股票是40多 K，bonus 是15K。也就是说，大学一毕业进到 Facebook 做工程师，你的收入就已经超过100万人民币了，就已经超过100万人民币了。那如果你工作经验再丰富一点，比如说你是到了14，那么14的平均工作经验呢是3.5年，也就是说你有3.5年的经验，平均来说，你的收入会达到259K。259K 美金，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收入。那这个收入呢，如果你换算成这个人民币的话呢，大概就是大概18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数字吧，一个数字。那也就是说是你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中间力量吧，但也不算特别资深，工作3.5年不算特别资深，很多人也就是20多岁，对吧，就能拿到100多万甚至接近200万的这样的一个收入。那如果你是一个义务，也就是说在 Facebook 平均年限是7.9年的这样的一些人，就比较资深的工程师了。那么在 Facebook 平均的年薪呢是377K 的美金，那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如果换成人民币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200多万人民币吧，200多万人民币。那如果是16，那么17、18就更高了，那到18可以到100万美金。当然，我必须要说的是，就我所知，到16级以上是挺难的。这个就虽然这里写的是年限是12年、16年等等之类，但这个不是靠这个年限你就能升上去的，这个要看你的个人水平。但是，一般我们认为到13、14、15都还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数据吧。那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收入的分布也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到，比较低级别呢，他们的这个绿色的，也就是他们的base， 也就是他们基本工资是比较高的，但到高级别，它的股票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占的收入比例就会越来越大。这个蓝色是股票，黄色的是他们的怎么样呀？他们的bonus， 也就是他们年底奖金。而且可以看到每一个级别之间跨度其实还挺大的，每升一级，你的这个收入的这个跨度就相当的大，从右边的这个表格就能看到。好，我们接下来再分析一下另外2家公司，但是我们就不会讲的这么仔细。我们看一看苹果的软件工程师呢，大概分为 ICT 2到6这么几个级别。那么跟 Facebook 的听上去情况差不太多。那么他们的初级的这个岗位，大学毕业生呢是166K， 也超过了100万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范围。那么平均呢是1.2年的工作经验。那么如果平均在3.5年工作经验呢是 ICT 3，那么这个是215K， 那么这个就超过了100多万人民币，不到200万的样子。到 ICT 4的时候，也就是8.5年经验的人，那么差不多就是200万人民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范围，307K 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另外一家呢，在我们湾区一个大厂呢，就是 LinkedIn。那 LinkedIn 也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级别。那大学刚毕业给的是209K， 那这个给的还挺高的，这个差不多要接近140、150万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呢，到
Senior 的话呢，就差不多就有接近200万、接近300万的这样一个范围了。那 Staff 呢就更高了，就更高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各家公司至少是对于刚刚毕业的学生就已经给到了100万人民币以上的收入。那如果你更资深一点，你有比如说2年、3年、5年、6年的收入的话呢，那你的收入就会非常容易逼近到人民币200万、300万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再往上，数据上确实是有哈，我必须要讲，都等会会讲的分级别的情况。但是呢，在硅谷，你要是升到比较资深的，还是挺难的。这个我等一会分到级别就会讲到。那么接下来我就分级别说吧。首先，第一级也就是入门级的，那么差不多，比如说苹果的 ICT2，比如说 Facebook 的E3，比如说领英的这个 LinkedIn 的 Software Engineer 这个级别，大概经验大概就是1到3年之间啊，大概刚毕业时间不长，收入呢大概是15万到30万。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数据，这是我们就是随便抽样的一些数据，可以有的人可能是16万、20万，对吧？15万、19万，然后有的人是15万、16万、17万，这个22万等等。那这个是美金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如果换到人民币的，就是100万到200万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么结构呢，差不多就是基本工资算占一个大头了，股票有一些，奖金呢有一点点。所以呢，基本上可以看到，这种是你刚入门不久，收入不管是各家公司都差不太多，就基本上都是1到3年的工作经验，大概是15万到30万美金，也就是人民币100万到200万，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级呢，就是很多公司的中坚力量，就以 Apple 的这个 ICT3、Facebook 的E4和 LinkedIn 的这个高级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呢，差不多就是20万美金到40万美金，那人民币接近130-140万到这个200多万的这样一个范围。大家可以看到，有的人是100多万，100多 K、200多 K、200多 K、300多 K， 对吧？高的可以到360K， 高的这里可以到400K， 那算是比较高的了。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再一类呢，就是资深级，就以这个 Facebook 的E5，这个苹果的 ICT4，还有领英的 Staff Engineer 为例，那这个收入就比较可观了，就是25万到60万的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区间的话，换成人民币的话呢，就是大概要到200万。到可能要接近300-400万的这样一个范畴，当然这个里面的这个差别也很大。就同样是E5，你看这个 Facebook 有人拿200多 K， 有人拿600K， 对吧？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再往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专家级的这种，就以这个 Facebook 16、17为代表。我必须要说到这级开始就非常不容易了。那你得是相当厉害的工程师，但是这个收入也非常可观，是30万美金到80万美金，也就是人民币至少200万起，最高可以到比如说人民币接近500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这是非常高的一个范围。最后呢是大神级。大神级的数据呢，以这个18为例，那还有这个 Apple 的 ICT6这种数据呢，在 Levels.fyi 上比较少，但是可以看到接近几十万到100万美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大神我们只能仰望，那这个收入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话题哈，我今天想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内容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和包括我现在观察到的一些情况吧，就是大概率的你在硅谷在一个大厂做一个软件工程师呢，拿到一个，就如果你比较年轻的话，拿到100万人民币以上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比较资深一点，拿到200万、300万的收入是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再往上有难度，但是呢，这个区间里面有大量的人，就刚才讲了100万到300万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博主叫跟我一起来谈钱，在 YouTube 上，那他也专门提到了这个话题。他认为呢，软件工程师的收入的现在在硅谷是高的不正常的。那我觉得我不好说是正常还是不正常，但是我至少能够认可，我觉得收入是挺高的，软件工程师很高的。当然，我本人作为一个学 CS 同学，我非常遗憾，我不太会写代码，所以我只能会去做别的事情。我代码很多都还给老师了，那很遗憾。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能够写代码，而且你技术能力也很不错的同学，我还是蛮强烈的推荐你来硅谷做软件工程师。如果你现在在国内，在鬼山广深什么的，然后这个路径也不是很难。我就有朋友在国内做软件工程师，然后到美国的加拿大读一个就很快速的一个硕士吧，有1年左右，然后
它这个进行一些刷题呀什么的，然后就进到大厂里了。我觉得这个并不是特别困难，你只要稍微的就是动一动，你的收入马上就会提高不少。所以说我还是非常推荐，就是为大家的这个收入着想的话，所以国内的做软件的同学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意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请给我们节目点个赞。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很有帮助，你可以把它分享给你其他的这个工程师的朋友，包括特别是在国内的工程师的朋友，给他们看一看这个节目是我们这个数据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这里呢是这个硅谷大舅频道，我是产品经理硅谷大舅。我们这个频道的宗旨呢是向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如果你喜欢这个话题，请怎么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在 YouTube 上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在 B 站上，请怎么样呀？三连走一发。最后呢，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二维码，那这是我们的小助手贤儿，大家可以扫他的二维码，让他拉你进群，让我们的读者群，我们读者群有非常多的分享，也有读者的活动，所以说怎么样呀？不要错过。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